今天是正月15了，今天上午反正也不忙，把工具就拉上。这些东西呢，年前基本上都已经收拾好了。这是我的那个新的工具包，换了一个大号的，就是为了拉的东西更多，好重呀。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找点管把这个东西焊一下。我在这儿放工具的时候，大家都质疑呢，说你那个车能拉了那么多东西吗？其实你归好类的话，也能放得下。你看，这两个就是比较长的了，一个是吊杆，一个是这种 PPR 管。吊杆呢，就是经常用的，也就是放在这个边上，然后 好拿好取吧。这个管不常用，我都是放在前边的。然后这个车子呢，基本上就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。哎，咋放不进去了？工具包呢就在这个手推车的上边。 然后这两边就放一些零散的电钻了什么的，还有这个梯子，梯子就是这样放的，刚好是个平的，里面架着工具箱，外边架着工具包。这里边现在基本上把我们的东西都已经装进去了，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，就是用哪些东西就是带哪些东西，不用的就放在车里了。其实平时看车里是比较乱的。 规整完以后，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拉得下。这边拉不下的话，我们在前边还放，在这里还可以放一部分。这个东西呢是年前在网上买的，今天呢我给加工一下，把它做成这种的，中间加一节那个空心管，然后我们装浴室柜的话，有时候比较大的柜子，用这个做支撑。 这个柜子里面呢有我的电焊机，看这焊帽都压成这样。焊条大概我们有2根就够了吧，够用了。10几年以前，我们用一个315的焊机，好家伙，这么大这么高，一个人搬都搬不动。现在你看一个315焊机，这么小巧，功能还多呢。这边有一个 热饮壶，这边有一个推力，咱们这都不需要开太大，推力不要太大。然后电流的话，大概调个110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两个加起来长度就差不多30多公分了。然后我们做这个中间管的话，做一个20公分。然后呢，我就用我这个平时装晾衣架用的这个套筒。 它其实长度呢是40公分，然后我们从中间一切2半，做2个空心管，就是把它焊在这个位置，用电焊给它焊起来。哎，就这个样子。用这个镊子先把这个地线给掐上去。焊好了，这个长度差不多就是20公分吧，然后把这个口呢打磨一下。哎，这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有点长。 到时候就如果太长的话，就把丝杆往短切一点，因为这个丝杆拧到里边的话，它2个会顶在一起。这东西呢，其实网上有卖那个线材的，
不过我也看了，现成的大概好像最便宜的也得100几十块钱吧。我买了4个，这东西一共花了好像20几块钱，然后自己加工一下，就是没有那么贵了。现在拧到底了，这个总高度是32公分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长。一般我们最浴室柜到台面的话，就是30公分，应该有的时候就差不多30公分，一般都是30公分略高一点。但是这个往高调的话，现在可以调到最长的话可以调到40几公分了，这个高度应该是足够了。我们刚刚拧进去的话，你看这个高度可以达到50公分，高度可以达到50公分，所以说这个高度呢绝对够用。这东西其实我觉得不见得说是用的频率那么高，但是偶尔用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把它做好了放在车上，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，或者平时把它放在工具包，这个也感觉还不是太占地方。而且这个重量的话，2个大概就是个半斤的样子吧。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马上就等待开工了，明天就开干。给大家看一个奇怪的现象。然后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天气冷，可能是前2天下车的时候后边那个小灯没有关，然后这个车就一点电都没了，然后找了人过来把车给打着了。为了我让它停在这儿充电，大概就着了半个多小时吧。你看现在这个油耗，我把轩逸的油耗搞到28个5了。哎呀，这油耗比开那个坦克500的油耗都高了。现在我们要走了，把油耗给降下来。